Hello，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来自中国的流云如水。我来中国已经20多年了，很高兴能在这里认识大家。从今天起，我要正式入驻这个平台了。我非常喜欢中国，所以我自己学了中文。中文真的非常困难，对我。但是我已经不需要翻译器，希望大家能多多和我聊天，多多关照喽。其实，在2018年的时候，我就开始做视频了，虽然没有多少人看，但还是做了3年。从2021年开始停更之后，一直持续到现在2025年，就再也没有更新过了。这期间发生很多事情，总之我现在打赢复活赛了。我将正式把做视频这个爱好变成我的职业，所以这期视频给大家聊一聊我的故事，同时也是该频道的介绍说明视频，相当于我重生后的第一个视频吧。从我接触自媒体的契机开始讲吧。我的哥哥比我年长许多，在我还在上初中的时候，他买了一部手机，那时候我就用他的手机上网。我最开始接触自媒体这种东西，并不是在优酷，也不是在 B 站，而是新闻软件的那种视频专栏。那些专栏里面大部分都是营销号，所以我完全是看着大量的营销号长大的。还好当时没有推荐算法这类东西，所以它并没有约束住我。当然，一堆垃圾里面也有一些优秀的自媒体作者，但是看了不到1年左右吧，他们就不再有更新了。所以我就通过那些停更作者的视频下面的那些评论区，从他们那里了解到了 B 站和优酷。之后渐渐的，国内几乎所有长视频作者都聚集到 B 站。截止到我前面所说的那段时间，自媒体对我而言都只是感兴趣，并没有想过我要做视频。然后来到2017年的时候，我交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，也是通过他，我被深深的拉入了 B 站，并且注册了账号。然后当时自媒体视频在整个网络娱乐这块是相当新颖的。因为手机的机能不是很强，游戏基本也没有发展的那么快，然后我就心血来潮的和这个朋友说，我要做 UP 主，他也非常的支持我。于是2018年我就在 B 站发了我第一个视频，制作质量非常低，大家千万不要去看，因为当时我只有一部红米手机，它录屏的话是没有内录的，必须开着外放。直接通过麦克风来录音，并且剪视频也是用那个手机剪的，用的是那种非常古老的剪辑软件。我剪视频的过程就是录完视频之后，手机空间就快满了，然后把视频导到软件里面，中间有一些比较大的空档就给它剪掉，空档不大的话我就直接不管了。然后干了蛮长一段时间的，发现质量太低，根本就没人看。我也有尝试过精细的去做剪辑，就是加一些它自带的美化包，但是我录的视频太长了，手机根本就吃不住，而且屏幕太小了，操作非常困难，也就没能坚持多久，就一直维持着低创在更新视频。到这个时候正巧我就要升学了，我真的不想放弃这个爱好，我就做了一个决定，不读高中了。不是辍学做主播而是直接报了市里面的一所中职。现在回过头想想，我真的很庆幸当时我做了这个决定，因为做自己热爱的事情真的太好了。但是倒霉的是，到我这一届影视专业就没了，所以我就只能报广告设计专业。也是从那之后，我才正式接触了电脑。正是因为有这个爱好的存在，我才能在学校认真学习。和我同期的其他同学，大部分对专业是没有热爱的，上学就是在混日子。所以有一个爱好真的非常重要。在上学期间，我发现我的审美真的是一片空白，
不是审美糟糕，而是什么审美都没有，纯粹的空白。在所有我的那群小朋友里面，就属我摸到智能手机是最晚的。我的生活好像也是很平淡的，但是正因如此，越是没有，我就越是想要。上专业课之后，随着深入学习，了解了各种各样的软件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技能，买了很多设备，什么相机啊、补光灯、笔记本、手绘板等等等等，这些都是慢慢一点一点堆积起来的，所以视频质量也就在一点一点的慢慢增加。有了基础后，在2年级的时候参加了一个比赛，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在工作。原本安排的理论上的休息时间，也就是上6休1嘛，我也是走到学校外面去，到处拍拍，到处逛逛什么的。之后我就有了自己的审美，也有了自己的想法。我还想把视频带到海外去，就了解了 YouTube。由于之前我用电脑都是自带着各种各样默认的保护嘛，那时我对计算机安全是完全不了解的。毕竟谁没事会去看这些非常复杂的东西呢？我就感觉什么东西都可以随便倒腾，结果我的电脑就在2022年中毒了。虽然我现在聊得云淡风轻的，但是这个就是我停更的根本原因。之后我大概会单独出一个视频，说说这个事件到底是怎么发生的。总之，在我电脑里的所有素材都被冻结了，之后我就觉得非常难过，几乎就一蹶不振了。因为那些资料全部都是我的回忆，根本就没有恢复的办法。它不像一个软件，你还能下回来。最主要的是，这个是很庞大的数据量，它们就像堆积的山一样，在光是看到的时候就觉得寸步难行。这样我根本就没有前进的动力，在这座山面前我就直接畏惧了。其实这么久以来，我是知道只要缓慢的前进，终究是能解决这个问题的，但是我根本就做不出缓慢前进的这个动作。就这样过去了很长时间，如今我又堆积了很多素材。于是乎，我又被这些新的素材推着往前走。为了保护并加固我的数据安全，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学习如何进行维护。于是停更时间就形成了一个空档。在这段时间里，我就再也没有做过我的作品了，频道里面就没有了我在前进的迹象。现在我的审美和断更之前有了很大的偏差。接下来更新视频可能会看上去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。那既然和之前的我有了这么大的区别，我希望这个视频成为我新的开始。不死鸟即将重生，我要卷土重来，诺克萨斯。在我上学的时候，分别在摄影店还有广告公司待过一段时间。这2个单位和我的兴趣和专业是正相关的，但是现实很残酷。对于一个从未了解社会的人来说，这2段经历简直颠覆了我的认知。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，以后我可能会聊一聊这个话题。总之，我现在的观点就是，如果想要独立，从事自由职业是必要的。给别人打工完全不如为自己工作。结合我上学所学的专业以及自己的喜好，综合来看，最适合我的无非就是做视频、做直播，或者做独立游戏。自媒体的话就再熟悉不过了。过去我制作视频的方式绝大部分是一种试错，所以未来的视频会摒弃过去的形式，但是又保留过去的影子。早期我只制作游戏相关的内容，不管有什么新游戏，甚至还在测试的游戏，都会积极的去申请，就是积极的去参加一些测试活动。但是我发现我并不擅长这个，所以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大的帮助。不过我也得承认，
专精于一个频道对于粉丝的吸引力会很强。现在矛盾的是，我喜欢的东西不再局限于游戏了，所以为了平衡我的爱好和频道的专一性，我想了一个方法，我把它称之为阵列。我想让频道变得整齐划一，但同时我又不想只专注于一个视频领域，所以我会统一使用一组固定的顺序进行发布。缺点就是当周围出现热度的事件的时候，我无法立即跟进。等我做出视频时，可能热度就过去了，这是必须的取舍。这个阵列的话是由4个固定的视频类型和一个变化的视频类型组成的。固定的4个视频分别是游戏、数码、DIY 还有艺术，但并不局限于字面上的这几个内容。如果有和这些内容相似的题材，我也会归类到这几个分类中一起发布。最后一个是变化的视频类型，我需要一定的容错，这样我就能有更多发展的可能，还可以稍微跟进一下热度，这也算稍微弥补了阵列的缺点吧。我整体的构想大概是1到2周出一期视频，但是不会立马发布，就算搁置一段时间再发也是没有问题的。这样就能确保我的生活出了什么问题也能正常更新。除此之外，我还想尝试一下单独在摄影平台和绘画平台发布一些内容。另外，为了拉近我和粉丝们的距离，我的生活也是会和大家分享的。目前国内是在哔哩哔哩的动态发布，但是海外的话还没想好在什么平台分享，大家也可以留言讨论。我最初的审美理念是越复杂越好，名字我都尽可能往长了取。现在的审美更广泛了一些，比以前所喜欢的风格更多。在我上学期间接触了平面、三维还有特效，但是这些东西工作量非常庞大，一个只有不到10秒的片段要耗费很多精力。这个赛道已经非常卷了，如果我要硬挤进去的话，是绝对比不过他们的。我想把精力放在视频的内容上，这是一次新的尝试，并没有确定下来，所以也许每期视频都会稍微有点变化，也就没什么太多可说的了。目前我见过的各种 UP 主们的生存方式都不太一样，绝大部分是在视频中插入商单来盈利。作为广告专业的学生，我完全能理解广告这个东西的反艺术性。当商业行为出现的那一刹那，这一幅完美的作品就会受到一点破坏。我很想做纯粹的内容，在我需要赡养家庭之前，我会尽量的去尝试各种各样的方法，让那一天来得晚一些。我真的不能把话说死，因为内容生产本来就需要成本置换，只是我更希望保持内容不被干涉，所以目前我尝试获得赞助的2个渠道，一个是无偿的赞助，这个就没什么好说的了，等有缘人吧。另一个是知识付费，把内容3期分成，就是所有发布总数里面7成常规免费，剩下3成就付费。在我做这期视频之前，录了很多旧项目，本来是打算正常更新的，但是时间过得太久了，所以在这些素材中我会对其进行挑选。如果那个项目有比较久的持续性，那我会挑出来放到免费的项目里。
这其中一大部分是和我个人相关性比较强的视频，这些视频我打算全部放到付费内容。目前就这么多安排，我也不知道这种方法能持续多久，因为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发布视频了。我发现西瓜视频好像不太稳定，所以暂时就停止在西瓜视频投稿。目前就只在哔哩哔哩和 YouTube 投稿。其实已经过去这么久了，我发现和当年也差不了太多。我的规划是，只要那个平台支持多国语言的外挂字幕，并且能投稿1小时以上的视频，那我就有入驻那个平台的意愿。如果大家知道哪里还有类似这样的平台，也可以告诉我。以上就是目前的规划，未来一定会出现各种各样的情况，还需要不断的做出修改和优化。如果大家有独特的见解和意见，欢迎私信和留言指出。这个环节我猜想了几种情况的观众可能会回到这里，下面我就按照由好到坏的顺序进行回应吧。打算看完我的全部视频。哇，这么夸张吗？如此沉重的爱，那就请自便吧，就当这里是自己家了。这个镜头有点远了，靠着椅子吧。本来是想站起来更加正式一点的，好吧？おかえりなさい。哎，好像方向不对呀。おかえりなさい。对了，如果你想看完全部视频可以，但是不要告诉未来的我，你记在心里面就行了，千万不要跑去和我说，好吗？拜拜。请自便，请自便。未来的观众想看看过去流云如水的样貌和过去的环境，其实从刚开始到现在，你们已经看了很久了，这就是过去的我。我不知道和未来区别大不大，给大家看一下我的辫子。其实我现在刚刚洗完澡，所以头发还是很容易塑形的。现在的头发其实已经留得很长了，这个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辫子。这个辫子的话可以塑造很多种形状，正常来说它是可以变得很细的，大概就这样。其实还可以更尖，然后变成这样子危险的发型。另外的话，还有就是正常的把头发扎起来，我一般都不会太往上扎，而是扎好之后把这个结给它捋下去。这就是大部分情景的我的发型。然后如果哪天不想展示这个头发了怎么办呢？因为它是贴着脖子的，所以完全可以收到这个后颈。哎呦，卡住了，我操！这样顶多就是显得长一点嘛，但是，还是可以把辫子稍微长起来。如果真的想要还原男生的那种短发的话，稍微长一点的短发那就有一个标准，就是它不是乱留的。把这个头发往上捋之后，到达头顶，也就是这个漩涡这里的时候，这是第一节，然后再往下，正好就到这个发根这里，这是一个来回的长度。到时候拿发卡往这里，往头顶这里一卡，因为它的弯在这里嘛，虽然从后面看还是会有一部分比较奇怪，但是从这个角度开始，一直到另外一边对称的角度，这个范围基本是看不出有留辫子的。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，如果以后我老了，前面秃顶了，那就可以把头发，它不是正好到上面是一段吗？再往下是一段，我直接绕到前面去，把那个刘海给它补回来不就好了吗？我真的很喜欢这个发型，不知道未来这个辫子能留多久。关于这个发型，其实我的想法最初就是纯粹的外观喜好，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。
但是我想了想，能够自己决定自己喜欢的发型，那它的含义不就是代表自由吗？所以这个辫子的含义就代表着我的自由。也不是说剪掉了就不自由，要看为了什么而剪掉。如果我是因为自己喜欢短发而再次把它剪掉，那也还是自由的。关键在于是否能够自己决定。如果我受外界影响不能留自己的发型了，那就代表一定程度上我就失去了自由。所以你们要找到自己的风格，找到自己的自由。声音的话，现在的声音可能稍稍有点青涩，但是因为我的喉结早就已经长好了，所以和未来的声音估计没什么差别。唯一的差别可能是因为不同的录音设备导致的。给大家看看我的拍摄环境啊。切到这个相机，你们就可以看到了。平时这个脚架是用来拍俯拍视角的，就是开箱视频会用到。然后主相机这边的话，看一下，看到了吧？这个是广角的运动相机，这个是之前做过一期评测的小微单。然后这边有个非常大的灯，这上面有个灯棒。我现在的设备就是这2台，所以早期的视频可能质量不会那么好，因为设备有限，技术也不够成熟。不过刚好这是能够宏观看到的痕迹嘛，也就是成长的痕迹。哦，对了，从刚刚剪头发到现在，你们有看出什么特别的吗？可能看到后面你们就发现了。从正面的话应该是看不到的，在这里。这个头发是从后面的辫子借过来的，所以这个发型我真的不是在乱说的。以后秃顶了，真的可以把头发借到前面来，多少少也是一点嘛，对吧？未来的流云如水长期停更，所以翻翻过去的视频。我知道你们可能等得有点着急了，实在不好意思。按理说未来每1到2周都会做好视频的吧。如果太久没更的话，那我可能在山上仰望星空，或者说就是偷懒。如果真的停更那么久，要么就是在偷懒，要么就是生病了实在做不了，要么就是真的在准备很长的一个视频。我的规划是会先做好几个视频，但是不发，当做库存先存着。如果真的已经停更很久了的话，那说明真的是没有库存了。也就是说，并不是表面上只停更了1、2周，很可能真实情况是已经停更了1个多月了。所以大家可以去催一下，看看发生什么事了。未来某天流云如水退出了这个平台，留在平台的观众回来看看旧视频。离开这里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啊，比如说经济原因啊，家庭原因啊。接下来我说的话不全是对未来的观众说的话，因为此时此刻我真的退出了西瓜视频，虽然也没有多少人能记得我吧，但是真的很感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，很遗憾没有能继续陪伴大家。我不会忘记你们的，如果有可能我还会再回来的，继续和你们分享我的生活。感谢你们。考古和文物合个影。OK， 欢迎各位旅游团，你们特地来到这里看这期视频，我感到十分荣幸。不过本质上这并不是真正的第1期视频，但是你们还是仔细的搜寻到了这里，感谢你们对这期视频的认可。既然是考古队的话，那我埋下的彩蛋你们应该能找得出来吧。其实我藏的这个彩蛋从现在来看的话，更像是一个伏笔吧，就算现在的这群人找出来了，它也不能称之为一个真正的彩蛋。只有
考古队从未来来的人才能发掘出这个原来是个彩蛋来的。所以欢迎你们挖掘这期视频，也欢迎你们在评论区留下自己的足迹。祝你们有愉快的一天。怀念过去的视频，不喜欢未来的风格，感觉物是人非。怀念过去很正常，我也经常会怀念过去，但是其实下一期视频就会和这期视频有很大差别了，更不用说未来这么长的时间里所带来的那些变化。我还在不断的尝试新东西，估计未来也会继续尝试更新的东西，因为我的性格从小到大就是这样子的，我一定会去想着去改变，去尝试更多的可能。希望你们能理解，然后同样感谢你们回过头来看这些老照片，谢谢你们还记得过去的我的样子。过去的作品包含着我创作的初心，所以你们可以试着跟未来的我提一下意见，他也许会考虑再一次把这些旧东西捡起来，因为此时你们正在看的也是他的回忆。未来的流云如水，一手好牌打得稀烂，做了错误的事，这只是一种想象。如果真的出现这样的情况，那真的太糟糕了。你们现在肯定非常的生气吧，或者感觉我十分的愚蠢，因为这代表现在正在录视频的我，在未来的某个时刻确实让你们失望了。但是这一切只是我的一种想象，并不能真的看到未来具体是什么情况。我只能说，过去的成功并不代表未来就一定会一帆风顺，我感觉有点可惜。如果未来真的搞砸了，至少现在我正在努力成为你们所期待的人。另外，也许我真的做错了，但是我还是想和未来的我站在一起，因为未来的我此时此刻一定十分孤独且难过。除了现在的我，应该不会有人再爱未来的我了。我相信未来的我一定能吸取教训并积极面对，毕竟现在的我就是这么过来的。在此，我替未来的我感谢大家的批评和指教，感谢大家还愿意回过头来看我早期的视频，谢谢。流云如水死了。前面的情况还可以人为干涉，尽量去避免，但是死亡这种情况就是必定会出现的。当某位观众看到这个视频的时候，说明我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。首先要感谢你还一直挂念着我，虽然我人不在了，但是你却还让我活在你的心里。从乐观角度来看，虽然我看不到未来是什么样的，但是结合我自己的想法和科技的发展速度，我想未来我一定会以另一种方式和你重逢，以另一种形态继续陪伴在你的身边。希望如此吧。就算不能，如果我现在的视频能给你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，那我也心满意足了。说到死亡，之后我会出一期相关的视频给大家讲一讲我对死亡的一些看法。我好像第一期视频就给自己挖了好多坑啊。其实我也想对未来的自己说说话。我幻想了很多和观众们的对话，但是却想不到未来的我会有什么问题，所以我就写下了2张纸条。这个可以公开给大家看啊，上面写着“如水，始终如一”。这有2层意思啊。未来我再给大家公布它隐藏的含义是什么。然后是另外一张纸条。这张纸条的话是我给未来的我写的祝福。我刚刚已经把那段话录完了，但是现在先不公布，未来再公布给大家。
流云如水收。然后是这期视频在拍摄的时候有一些第一人称的视角画面，等未来也一并公布给大家。这个视频并不只有我可以和未来对话，任何观众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，不管是给未来的自己，还是给未来的一个陌生人，你都可以在这里留下你想要说的话，这样未来的观众就可以和过去的人进行联系。我会活在大家的记忆里，评论的每个人也都可以活在其他人的记忆里。其实我为这期视频做的准备，还有考虑的事情，还有想说的话，远比表面上多得多。但是我并不想把篇幅拉得太长，我想把这些东西留到以后和大家慢慢讨论，一起书写这个频道的未来。最后是读评论环节。第一期视频当然没有评论，如果想要参与读评论，只需要在我的空间找到第一期视频，也就是当时的最新那一期视频，在视频底下留言，并且在开头加上 "read me" 这个单词，就有机会被选上了。好吧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喜欢视频别忘了点赞关注，那么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吧，拜拜。指针能不能喊往回退？